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4章。泰晤士报头版。名义上，罗伯特·奥德利是一名律师，他的名字登记在律师名册上。他在圣殿区的无花果树庭院拥有自己的事务所。作为一名律师，他也按规定参加了足够次数的晚宴。对于那些有志成为法学博士的人来说，这些晚宴是他们踏入名利场的最终考验。如果这些都算作成为律师的条件，那么罗伯特·奥德利无疑是一名律师。然而，在过去的5年里，尽管他的名字一直挂在无花果树庭院的门上，但他从未接过案子，也从未尝试去接，甚至从未想过要接。他大约27岁，相貌英俊，却生性懒散，为人冷淡。他是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一位弟弟的独子，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份年入400英镑的遗产。朋友们建议他从事律师行业以增加收入。经过一番权衡，他发现拒绝朋友们的好意比参加那些晚宴和住在圣殿区更麻烦，于是便选择了后者，并且不介意被称为律师。有时，天气酷热，他因抽着他的德国烟斗，读着法文小说而感到筋疲力尽时，便会漫步到圣殿花园，找个阴凉清爽的角落坐下，松开衬衫领口，脖子上松地系着一条蓝色丝巾，然后告诉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们，他工作得太累了。那些精明的老前辈们听了这番说辞，只是付之一笑，但他们都认为罗伯特·奥德利是个好人，一个慷慨大度的人。尽管有些古怪，但在他那副冷漠、迟缓、漫不经心、犹豫不决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丝狡黠的敏锐和沉稳的幽默。他这辈子注定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却连一只苍蝇也舍不得伤害。事实上，他的住处简直成了一个流浪狗收容所，因为他总习惯把街上那些被他外表吸引、卑微地跟着他的流浪狗带回家。罗伯特总是去奥德利庄园度过狩猎季节。倒不是说他是个打猎好手，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骑着一匹脾气暴躁、腿脚粗壮的栗色矮种马，与其他那些大胆的骑手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因为那匹马和他一样清楚，他根本无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位年轻人是他叔叔最疼爱的侄子之一，而他那位漂亮活泼、肤色略深、举止有些男性化的表妹艾莉西亚·奥德利小姐也对他颇有好感。在别人看来，艾莉西亚对他的这份情愫或许值得利用，因为他是可观家产的唯一继承人，但罗伯特·奥德利却从未动过这样的念头。他说，艾莉西亚是个非常好的姑娘，一个快活懂事的女孩，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但这就是她对表妹所能表现出的最高热情了，把她童年时对自己的依恋转变为更有利可图的关系。这种想法他连想都没想过。实际上，我怀疑他是否清楚叔叔的家产究竟有多丰厚，而且我敢肯定，他从未想过那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会落到自己手中。因此，大约在我记述此事3个月前的一个宜人的春日早晨，当邮差送来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与奥德利夫人的结婚请柬，以及他表妹一封措辞极为愤怒的信札，信中解释说他父亲刚娶了一个瓷娃娃般的女人，年纪和艾莉西亚相仿，长着金色卷发，脸上总是挂着一成不变的笑容。恕我直言，奥德利小姐对他的反感，使他把露西·格雷厄姆小姐时期赢得无数赞赏的那甜美动人的微笑，如此这般地形容了一番。当这些文件送到罗伯特·奥德利手中时，并未在这位性情迟缓的绅士心中激起丝毫的恼怒或惊讶。
他读着艾莉西亚那封怒气冲冲、涂改连篇的信，留着小胡子的嘴唇甚至都没有离开他那得过烟斗的琥珀烟嘴。仔细读完信后，他只是将深色的眉毛往额头中间一挑，以示惊讶，顺便说一句，这是他表达惊讶的唯一方式，便慢条斯理地把信和结婚请柬一起扔进了废纸篓，然后放下烟斗，准备费神思考一下这件事。我早就料到我亲爱的叔叔会结婚的，他沉思了半小时后，喃喃自语道，艾莉西亚和那位夫人，也就是他的继母，肯定会闹得不可开交。我只希望他们别在狩猎季节争吵，或者在餐桌上互相挖苦。争吵总是会影响人的消化。前一章所述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这位从男爵的侄子离开圣殿区，穿过布莱克弗莱尔斯区，朝伦敦金融城走去。他一时糊涂，曾为一位急需用钱的朋友在一张空头汇票上签下了奥德利这个显赫的姓氏，结果那位出票人无力偿还，罗伯特只得自己承担。为此，他溜达到拉德盖特山，蓝色的领带在8月温暖的空气中飘扬，然后又拐进圣保罗教堂墓地旁一个阴暗院子里一家令人惬意凉爽的银行。在那里，他办妥了手续，卖掉了价值约200英镑的统一公债。交易完成后，他正在院子里闲逛，等着搭乘马车返回圣殿区。这时，他差点被一个与他年龄相仿、从狭窄入口处匆匆闯进来的人撞倒。朋友，劳驾您看路。罗伯特礼貌地对这位鲁莽的过路人抗议道，您总得先打声招呼再撞人吧，免得把人撞倒了。那陌生人猛地停下脚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惊讶地叫了一声鲍勃。他用极其惊讶的语气喊道，我昨晚才踏上英国的土地，今天早上就遇见你了，真是巧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这位蓄着胡须的朋友。奥德利先生慢吞吞地打量着那人表情丰富的脸庞，回答道，可要让我想起是何时何地，那可真是要了我的命了。什么？陌生人责备似的叫道，你不会告诉我你忘了乔治·托尔伯伊斯吧？不，当然没有。罗伯特用他少有的热情回答。随即，他抓住朋友的胳膊，把他拉到院子里一个更阴凉的地方，用他惯常的冷淡语气说，好了，乔治，把一切都告诉我吧。乔治·托尔伯伊斯向他讲述了10天前在白眼巨人号轮船上对那位脸色苍白的家庭女教师说过的那番话，然后他气喘吁吁，激动地告诉罗伯特，他口袋里揣着一大叠澳大利亚钞票，想把它们存进一家银行。那家银行多年来一直是他的开户行。你绝对想不到。我刚从他们的账房出来，罗伯特说。我跟你一起回去，5分钟就能办好这事。实际上，他们花了1刻钟才把事情办妥。之后，罗伯特·奥德利提议立刻前往李士满的王冠与权杖或城堡客栈，在那里他们可以吃点东西，追忆在伊顿公学共度的美好时光。然而，乔治告诉他的朋友，在去任何地方之前，在刮胡子、吃饭，或在从利物浦乘坐特快列车连夜赶路后稍作休整之前，他必须先去威斯敏斯特布里奇街的一家咖啡馆。他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妻子写给他的信。既然如此，我陪你一起去。罗伯特说，乔治，你结婚这件事，在我看来，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当他们乘坐马车飞驰过拉德盖特山、舰队街和斯特兰德街时，
乔治·托尔博伊斯向朋友倾诉了他那些占据了他乐观天性中重要部分的希望与梦想。我会在泰晤士河边买一栋别墅，鲍勃，他说，给我亲爱的小妻子和我自己。我们还会有一艘帆船，鲍勃，老朋友，你可以躺在甲板上抽烟，而我心爱的人会弹着吉他为我们唱歌。在我看来，她就像古代那些让可怜的尤利西斯历尽艰辛的女人之一。年轻人补充道，他对神话的了解显然不怎么样。威斯敏斯特那家咖啡馆的侍者们惊讶地打量着这位眼窝深陷、胡子拉碴、身着殖民地风格服装、举止焦躁热切的陌生人。不过，由于他当兵时常来这里，当他们认出他是谁后，便赶紧上前听候吩咐。他要的不多，只是一瓶苏打水，并想知道是否有一封寄给乔治·托尔博伊斯的信。侍者在两位男士在一个靠近废弃壁炉的僻静隔间坐下前，就端来了苏打水。不，没有他的信。侍者极其冷淡地说着，同时机械地擦拭着那张小小的红木桌子。乔治的脸变得死一般苍白。托尔博伊斯，他说，也许你没听清这个名字 ，Talboys。再看看，一定有信的。侍者耸了耸肩，走出房间。3分钟后回来，说存放信件的格子里没有任何名字与托尔博伊斯相似。有一封是给布朗先生的，一封给桑德森先生，还有一封给平奇贝克先生。总共只有3封信。年轻人默默地喝完苏打水，然后双肘支在桌上，用双手捂住了脸。他的神态在某种程度上向罗伯特·奥德利表明他朋友的失望，尽管看起来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异常沉痛。他坐在乔治对面，但没有试图开口说话。乔治不时抬起头来。有一次，他机械地从桌上一堆报纸中拿起一份油腻的昨天的《泰晤士报》，茫然地看着第1页。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目光一直锁定在讣告栏的一段文字上，直到他混乱的思绪终于理解了它的全部含义。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把报纸递给罗伯特·奥德利。他那古铜色的脸庞已经褪色，变得灰白、病态、土黄。他用一种令人恐惧的平静姿态，指着几行字，上面写着：本月24日，于怀特岛文特诺，海伦·托尔博伊斯逝世，年22岁。